现在的问题都不在于要不要收纳，只要有任何东西一出现，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要不要给它配一个收纳包，小到口红、充电线、耳机要单独装，大到通勤包、旅行包、健身包，里面也一定要再放好几个收纳包。原本收纳是为了让事情变得简单，现在却是本末倒置，变成了先买几个好看的收纳包，再回头想想要装什么。另外，你还要花时间去想这件东西到底是放进了哪个包里，是那个带有花纹图案的，还是网格包，又或者是带把手的长条形收纳包。每个收纳包又分成了补妆包、杂物小包、相机包、护肤包、个人护理包、急救药品包。哎呀妈呀，这到底被分成了多少个模块呀？重点是你真的能记得每一件东西到底被塞进了哪个包里吗？在进入今天的吐槽内容之前，我先和你们说清楚，这就是我目前所带在身上的收纳小包，各种尺寸和图案都有，有些是朋友送的，有些是自己买的，还有是飞机上送的洗漱包。每个收纳包呢都有他们的使命，比如说这个包呢是我拿来装所有的电子产品，还有这个吐司包，虽然呢它是拿来外出背着用的，同时呢我也拿它来装我的相机和拍立得。另外还有这个365 50周年设计的收纳包，它的图案和设计非常合我意，现在呢就是拿来装手账本相关的文具。最后还有一个小包是朋友送的，它长得很小巧可爱，对不对？可我发现一个问题啊，这样小巧的收纳包实际装得了什么呢？东西多一点就塞不下，东西少一点吧又觉得没必要单独还拿一个包来收纳。我目前是用它来装我的卫生巾和护垫，因为刚好都很薄很轻，也能装得下很多。除此之外，它就真的再也没有任何一点我能想到比较实用的地方。我相信你们应该有过这种经历，就是已经有了好几个收纳包，也确实在用，但要说哪个是真正用来装某一类东西吧，这一下子又说不上来。今天这个收纳包可以装护肤品，明天就可以拿来装电子产品，它们之间的使用界限没有那么清楚，所以我们才会在不同的收纳包之间来回更换。功能差不多的很多都是用着用着就混在一起，到最后不是你有没有收纳，而是你收纳的太仔细。这也是今天我着重想讲的重点。假设抛开它好不好看、可不可爱这些点不谈，如果把东西装在一个密封袋里和装进这样一个收纳包里，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呢？说白了，不都是用来装东西的吗？一个是透明没图案的哦，这里呢有一个图案，然后一个是花里胡哨一点的，这功能都差不多，反而这透明的密封袋更加省事，因为一眼就能看到里面装的是什么。也正是因为我有了前面这些真实的使用体验，再后来去刷网上那些收纳视频，就能看出现在的展示重点都放在了它的颜值外观上。很多的收纳包乍一看都不一样，有的花纹复杂，有的形状特别，有的隔层和拉链多一点，有些是卡通人物，有的是尼龙材质，有的里面带有填充物，做的胖乎乎软塌塌的，这看起来每个都有购买它的理由，比如因为它的隔层多，开口大，更容易分区，有些是图案可爱，拿出来用心情会好一点，还有些是因为材质软塌，随意折叠就能塞进包里，不占地方。总之只要你想买，就没有找不出不买它的理由。可仔细想一下，你无非就是把同一堆东西把这个包里面挪到那个包里去，到后面你不是在挑选一个功能好用的收纳包，而是那些你看着顺眼、颜色更好看、款式更吸引你的。还有我遇到一个特别真实的情况，我们在买收纳包之前呢，脑子一定会想把用途先想好。就像我之前在夏威夷的店里看到一个很可爱的零钱包，那会儿就想着我可以买来装发夹呀、装发圈，或者是专门用来存放拍立得的相片。可事实是我根本没有那么多发夹和发圈需要单独收纳，而且我平时的使用习惯呢也早就固定，都是顺手放进洗漱包里。现在回头想想看，我买它的原
原因，并不是因为真的需要这么一个收纳包，而且它真的很小，但是呢，它太可爱了。当下呢，我就给自己找了一个购买它的理由，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发现收纳这件事就变成了本末倒置。以前出门就很简单，东西装进包里就行了，现在不一样了，你要去想这类东西是放进了哪个收纳包里。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也值得拿出来说一下，当初我买这个收纳包是想拿来装相机，这看着方方正正的尺寸也应该能装得进去，可真的装进去之后才发现，不是相机一放进去后拉链就变得很紧，就是稍微多放一点东西，整个包就显得鼓鼓囊囊。这时候问题就来了，既然我这个包已经买了，那是不是得用起来？既然它装不了相机，我就得去想它还能用来装什么。到了最后呢，我就非得要找个它能继续存在的理由，因为钱花了都花了，你不用它的话，岂不是就浪费了吗？如果说有些东西买之前还要考虑半天，那收纳包简直就是不太需要你去想，只要喜欢就拿下，它既不贵也完全不占地方，就算一下子买了3、4个回去，心里也不会有太大压力。哪怕你已经有一柜子的收纳包了，你也只会觉得它们可以有不同的用途，你可以买回来先放着没关系，以后出门旅游啊，在机场过夜，任何时候都能用得上。再加上你不会觉得自己已经有了一个收纳包就不能再买第2个、第3个、第4、5、6个。既然它的用途可以被无限拆分，那么数量自然也就没有上限。收纳包也不会被我们当成时不时要清理的范围。衣服穿久了会觉得不合适，包背多了会想换，但是收纳包不太会出现在我们日常的视线里，大多数时候都是被塞进柜子里、抽屉里、行李箱里，你很少会把它们全部拿出来数一遍，于是这数量只会增加，不会减少。现在有些人买收纳包呢，都不太是冲着它的功能性去的，主要是看它外观好不好看。比如同个款式的收纳包，一个是无聊的全黑色，另外一个是带有爱心图案，这个时候呢，肯定是选带有图案的呀。收纳包可以放在咖啡店的桌上，放在工位上，放在高铁小桌板上，你甚至会看到网上那些随手拍还有日常记录的照片，很多都会把收纳包一起拍进去，所以就会希望它们都是颜色统一，排版完整，哪怕你拿它只是用来装充电线、口红、创可贴，你也不太想拿一个很随便的袋子出来。如果这期视频呢，能让你在下次想买收纳包的时候能停下来思考一下，少买一个就少一点决策疲劳，那这期视频呢就已经有它的意义了。你要记得，收纳包数量一多，增加的只是你每天要做的选择。好了，这个就是以上今天所有内容。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期视频的话，不要忘记关注和点赞，是对我频道最大的支持，也让更多人看到我的视频。最后也是对小陈本人最大的鼓励。那我们下周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